大二频道殷大吉，在2013年的广东省深圳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为一名年轻女性，她生在广西玉林，住在广东珠海，遇害在深圳，被发现在汕头。那接到报案到侦破案件历时近1个月，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警方破案的关键线索，竟然是女被害人隆胸手术所填充的假体硅胶。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一起进入本期的案件，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汕头是广东省的地级市，境内涵江、榕江、练江三江入海，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内海湾的城市。2013年6月30日，广东汕头的海面上已经有渔船出海，在陆屿岛附近的海域一艘渔船上的2名渔民在作业时，就隐隐约约地发现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个漂浮物。他们再离近一点之后发现原来是个行李箱，但是这个箱子和其他箱子还有些不同。那出于好奇就把船开过去，把这个箱子从海里捞了出来。那为什么说它有些不同呢？就因为这个箱子四周被一个铁架子包裹着，而铁架子上面还绑着很粗的铁链，而铁链上还有2把大锁。这俩渔民是第一次见过就如此全副武装的行李箱，这很奇怪人家既然你都已经是被遗弃的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刻意的搞成这个样子？这里面装了什么贵重物品，或者是封印着什么怪物这东西就很可怕可人的好奇心呢是很奇怪的你不打开，那怎么知道里面有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又有点害怕但还是很好奇。还是打开看看吧。这2个人都在这个互相壮胆，那就问题不大。那好奇的渔民拿来工具，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铁架子打开，从里面把箱子给拿了出来，就能闻到里面似乎散发出一种恶臭。这2位勇敢的渔民就决定打开箱子一探究竟于是就拉开行李箱的拉锁，看见里面是一个超大的黑色垃圾袋，然后味道变得愈发强烈。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果断打开黑色塑料袋，最终在里面看到的是一个遗体。那汕头警方接到报案后，对遗体进行了初步的查看，先确认了以下信息死者为女性，全身赤裸，蜷缩着被捆绑在旅行箱里，没有衣物，所以导致长时间在海里已经是很糟糕了但大体上还是能看得出是一个年轻人，身材比较纤细在左大腿上有一个纹身，脚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这很明显呢是一起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那警方马上成立630专案组进行调查。这案子与其他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海上发现的被害人作案地点可能是被发现海域附近的城镇，也有可能是就很远的地方作案之后遗弃行李箱，然后顺着洋流就飘到了汕头地区的海域。如果这个遗弃现场无法确定就没有办法确定案发地点。所以确认尸源的工作只能是在受害者身上寻找突破线索但是难度也很大，因为这个关键部分的缺失就无法从面部特征找到信息，只有在现有的条件下继续仔细发掘每个细节所以法医的检测报告就是破案的重要线索。在检验过后得到了以下重要信息：经过对死者耻骨的科学测量，年龄在22到23岁，无生育史身高1.6米到1.5米之间，窒息而亡但是可以确认死亡时间大概为1个月。还有一条信息就直接给破案带来了决定性的线索。法医发现死者生前做过隆胸手术，胸部有填充的硅胶，而在硅胶上法医发现了一串编号，这一串编号让警方马上高度重视起来。2013年7月1日，警方通过这一串编号找到了硅胶的生产厂家。从厂家得知，这一串编号代表的是一个型号批次。这一批次的硅胶总共生产了29个，销往各地的整形机构。警方就根据厂家提供的名单，对所有采购硅胶的整形机构进行走访，发现29个硅胶中已经有15个被使用，并且都有对应的身份信息。最终确定，广东珠海的一家整形医院在2013年4月3日的隆胸手术中的客户，一位叫小青的女孩已经失联，而且小青的体貌特征和死者基本相符她的父母半个月前还在深圳进行过报案，女儿离奇失踪。警方马上联系到小青的父母。
1991年出生的小青当年22岁啊，老家在广西玉林北流市，但长期居住在珠海，职业是一个平面模特。2013年6月7日，他到深圳拍摄，居住在朋友的家里。可是就在来到深圳的第2天，他就与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而小青的朋友啊，也确认了这个信息，并说出了小青左腿有纹身。两人呢一起涂了红色脚趾甲，最后通过提取小青父母的 DNA 与死者进行比对，确认了死者就是小青。这被害人的身份已经确定啊，接下来的就是排查死者的社会关系。调查发现呢，小青有一个香港的男朋友，但是这两人关系啊相处得很好，没有什么矛盾。她的男朋友啊，包括前男友啊，都没有作案动机和时间，就排除了情杀的可能。而且这个女孩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工作，就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就仇杀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那么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她成为了犯罪分子的随机作案对象，从而丧命。那么凶手是图财害命，还是见色起意，还是有丑女情节报复社会呢？这些事情啊，都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那警方突然想到啊，凶手将受害人塞进了行李箱，那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找到行李箱的厂家，然后往下延伸到经销商，那最终锁定购买行李箱的犯罪嫌疑人。按照这个思路啊，就根据行李箱的商标找到了生产商。可是厂家表示啊，这款行李箱很大众化啊，一个批次会生产上千个发往全国，而且啊前前后后生产了不计其数。经销商的出货量也很大啊，根本就不会去记录购买人的信息。这一下就切断了从行李箱破案的想法。正在这时，小青的银行卡上竟然出现了取款记录。这有人分3次从3个不同地点在小青的银行卡上取走了5万多元的存款。这个取钱的人遮盖了自己的面部，并故意做出扭曲的表情，很显然就是不想被摄像头拍到真实样貌。经过小青的家人朋友辨认，没人认识啊，是一名陌生男子。可是小青的银行卡在他手上，并且知道取款密码，那么这名取款人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由此推断，凶手谋财害命的可能性很大。专案组马上对死者的其他贵重物品的流向进行摸查。2013年7月6日，就发现小青的2部手机都出现在了深圳华强北的手机市场。摊位的老板姓黄，这个警方就对他展开了询问。黄老板表示这2部手机是他的表哥黄飞山送给他的。到这儿，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飞山，并迅速行动，在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的出租房将其逮捕。在他身上搜到了6张被害人的信用卡和手表1只。经过比对他就是银行监控中分3次将钱取走的人。被捕后的黄飞山这很快就供述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这黄飞山1983年出生，广东汕头市潮阳人，已婚，以开黑出租为生，嗜成性，也因此欠下了巨额的赌债。走投无路的他就有了抢劫杀人的念头。他租下了深圳龙岗坑子镇的一间出租屋。这间出租屋很特别，有一个卷帘门，就打开卷帘门后轿车是可以直接开进屋里的。他又在深圳东门步行街分别购买了这个旅行箱和若干刀具。一切准备就绪后，继续每天开着自己的黑车到处走。2013年6月8日下午3点左右，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新源路，准备去龙华区拍摄的小青搭上了一辆出租车，而此时正在开车的正是黄飞山。打扮时髦，拿着奢侈品牌的手袋这引起了黄飞山的注意。途中就一直和小青搭话，就得知了小青有个香港的男友，而且就很有钱，出手阔绰，就觉得是个下手对象可是一直就犹豫不决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成了改变2人命运的转折。因为天气炎热，黄飞山为了省点汽油空调就开得很小。受不了的小青就和黄飞山因为空调的问题起了争执，而且2人的言辞都很激烈。根据黄飞山的说法对方说了很多侮辱人格的话比如屌丝你也只配开出租车等等他说在那一刻下定了决心对小青下手。要注意这些都是他的一面之词，究竟是如他所说发生了矛盾，还是他早有预谋，为了掩盖动机编造的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车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说到后备箱取工具修理一下车里的空调，结果拿回来的却是一把刀。小青在威胁之下就没有再做反抗，黄飞山用胶带给他封口，还用电线把双手捆绑住，
之后把车开进坑子镇的那间出租屋。在这个出租屋里，他先是对小青实施了性侵，又逼迫他说出银行卡的密码。期间，黄飞山出门买水回来就碰见他正在大声呼救，他马上就去捂住小青的嘴，并用一个塑料袋把她的头给套住。最终，小青因为窒息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黄飞山就想了很久该怎么处理之后的事情，最终打算装进行李箱，然后沉入大海。再把行李箱尽量装满后又把行李箱放进一个铁架子，并用铁链锁住，随后拉回老家汕头市潮阳区的关埠镇，试图把箱子沉入榕江东湖码头的江里。因为加上铁架，本以为箱子会因为这个重量沉入水里，但却并不是。箱子落水后是在水里一浮一沉的。在转身寻找物品，打算给箱子加重时，箱子就已经被水流给冲走了。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误了，只能是祈祷箱子飘到海上之后不被人发现。那剩余的没有装进箱子的部分被他装进纸板箱里，然后用水泥浇筑成了一个大水泥块，就一直放在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和老婆一起居住的出租屋里，直到被抓获，他的妻子都不知道家里还藏着这种东西。庭审中，黄飞山当庭承认被指控的抢劫罪罪名，但说自己并不是预谋杀人，只是为了阻止对方呼救的误杀。这是受害者家属完全不认可的，他们认定就是谋杀，并提出了85万元的索赔要求。但是黄飞山的家庭状况其实也很不好，父母早年离异，只能是双方去尽量凑钱来赔偿。但尽了最大努力，父母双方一共只凑到了22万元。因为和索要赔偿相差太多，起初受害者家属是不同意的，后来又经过一次调解法院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做双方的工作。那凶手一家人赔偿的极限可能也就是这些了。在调解的过程中说了很多，对赔偿的细则做了梳理。那根据小青家人的回忆，因为他们本身都不太能听懂这个普通话，而且每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他们也想把这个赔偿的事情尽快了结，所以就收下了这22万，并在一个协议上签了字。这原本以为只是一个接受民事赔偿的协议，所有人都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就签字了，而实际上那却是一份附带对犯罪嫌疑人谅解的民事赔偿协议。所以在法庭来看黄飞山是得到了被害者家属的谅解。2014年9月25日，深圳中院认定黄飞山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以严惩。但鉴于被告人家属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家属，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且被告人自觉罪行深重，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判决黄飞山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事后，受害者家属对这个结果提出了申诉，他们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谅解凶手，宁可把所有钱都退回去，也要他死刑。说当初调解员没有告诉他们协议是带有谅解条款的。自己虽然签了字但是不能代表家属的意愿。但是这个申诉最终还是被驳回了，因为白纸黑字是你们自己签字达成谅解的。这黄飞山尽管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过，但还是逃过了一劫。这个结果让所有家属就完全无法接受但是也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了。而且让他们糟心的事情不止如此。案件侦破不久后小青的家属就到了深圳，她的香港男朋友一直都在。小青的遗体被送往深圳的殡仪馆火化，因为按照她家乡的当地旧俗，未婚女子不能归葬老家，所以只能是把骨灰带回去安葬。因为家属要忙着去法庭她的男朋友就说这骨灰就暂时由自己代替保管，所以小青家属就交给了这个人。但是这人却拿着骨灰直接消失了并且是彻底的失去了联系。后来也是从警方那儿得知小青的这个香港男友其实是有妇之夫，一直都瞒着她，两人在深圳谈了几年的恋爱并同居。他把已故女友的骨灰拿走是出于什么目的就没人知道，因为至今这个香港男友也是去向不明。从受害者家属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比这更坏的结果了。那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谢谢你了，拜拜。